2025年，随着地球扬升的加速，越来越多的人会经历灵性觉醒的过程。如果你最近有一些特殊的体验，比如说对现实产生质疑，情绪变得更加敏感，直觉力增强等等，这可能就意味着你就在经历灵性觉醒的过程。接下来就跟大家聊一聊灵性觉醒的几个典型的迹象。首先，第一点，当一个人开始觉醒的时候，通常会对现实产生深刻的质疑。你可能会开始思考，这真的是我想要过的生活吗？社会所定义的那套成功的标准真的适合我吗？你可能会对现实有一种非常强烈的疏离感，觉得它不再能够带给你真正的满足感。很多人在经历失业、失恋、疾病或者是亲人的离世这些重大事件之后，突然开始思考生命的意义。他们不再仅仅满足于只追求金钱、名誉或者是社会地位，而是想去寻求一种更深层次的满足感。如果你最近也有这样的感受，那么可能意味着你正在经历灵性觉醒的第一步。第二点，灵性觉醒通常伴随着情绪上的敏感化。你可能会发现自己比以前更容易被一些事情打动，比如说你听到一首歌，或者是看到一个陌生人的故事，都会莫名其妙地流眼泪。你会发现自己会更加关注自己内在的状态和感受，而不会被外界的评价所左右。与此同时，你的共情能力也会增强，你会发现自己比以前更容易去感知到别人的情绪和状态，甚至在没有说话的时候，你都能够去觉察到对方的情绪状态。但这样也可能会让你觉得有些累，因为你会接受到太多外界的信息和能量，这也是觉醒的一部分。这个就需要我们自己能够去调整自己的能量状态，不被外界的情绪所干扰。第三点，你会发现你的朋友圈正在发生变化。你可能会发现自己对以前的同事朋友不再感兴趣，甚至会觉得跟他们对话有些空洞和浮于表面。你会更加希望自己能够跟那些真正能够理解你、跟你频率相近的人建立深厚的联系，但这可能也会带来一段社交上的孤独期，因为你会发现能够理解你的人似乎变得更少了。但这并不是坏事，因为你正在清理那些跟你频率不相符合的关系。随着你的能量发生改变，你也会逐渐去吸引到那些跟你同频共振的新的朋友、灵魂伴侣，甚至是灵性上的导师。第四点，灵性觉醒另一个非常重要的迹象就是你的直觉力会变得非常的敏锐。比如说，你突然想到某个人，没过多久你就会收到他的消息。又或者你会在生活当中去注意到一些反复出现的符号，比如说天使数字，看到特定的动物，甚至在梦境中接收到指引。你要知道，这些都不是巧合，而是宇宙跟你的互动。因为当一个人觉醒之后，他的意识状态会更加的开放，所以他能够接收到更多高维的信息，而且你会发现自己的角色会更依赖于直觉，而不仅仅是理性的分析。
你内心深处有一种非常笃定的感觉，宇宙会指引你走向一条正确的道路。第5点，你会发现自己比以前更喜欢亲近大自然，甚至你在看一些雪山或者是森林大海这样的图片或者视频的时候，都能够感受到一种非常平静的感觉。你会清晰地感知到自然它不仅仅是风景，它也是有生命的，而且你能够感受到它背后的那种能量。有些人在觉醒的过程中会对星空有一种非常强的情感共鸣，甚至会有一种家的感觉。这可能是因为你的灵魂正在回忆某些更高层次的记忆。你会非常的相信自己不仅仅是地球的一份子，更是整个宇宙的一部分。第6点，灵性觉醒通常也会伴随着生活中这种巨大的转变。你可能会突然失去一份工作，结束一段关系，甚至对以前你非常喜欢的东西完全失去兴趣。这是因为当你的意识状态发生改变之后，你过去建立的那一切都跟你现在的意识频率不相符合了，所以你需要经历这个清理的过程。这段时间可能会让很多人感到很困惑，甚至会有些痛苦，但是你一定要相信它是必要的一个过程。因为宇宙正在为你腾出空间，让你能够去迎接真正适合你的新的生活。如果你能够顺应这个过程，而不是抗拒它，最终你会发现自己会走上一条更符合你灵魂使命的道路。最后，我们要明白，灵性觉醒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一件事情。如果说觉醒有一个起点的话，那它绝对没有一个终点，它就像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去提升和成长的过程。这个过程可能会很孤单，有迷茫，也会有痛苦，但是你一定要相信，它最终的目的是为了让你更加接近真正的自己。如果你正在经历以上这些迹象，请不要害怕，而是去接纳它，去探索它。这是一场关于自我发现的旅程，而你正在走向更高维度的觉知和成长。有缘人，恭喜你，因为当你看到这里的时候，意味着你已经朝着开悟的方向迈出了最关键的一步，命运的齿轮已经开始转动。说到灵性开悟，你可能会觉得有点玄乎，请你先放下评判，保持放松的状态，充分打开想象力，把它当作是一场沉浸式的意识旅行。人为什么要开悟？开悟是让人重拾他原本就拥有的力量，不被思维和情绪控制，过更有掌控感、更自如、更圆满的人生。当然，如果你在没有开悟的状态下就活得轻松自在，如鱼得水，没有痛苦，那你真的太幸运了。你也完全不需要继续看下去了，只是在现实生活中几乎没有遇到过这种人。没有开悟是一种什么状态呢？想象你坐在一辆马车里，你不知道前路会驶向哪里，即使知道走了岔路也无能为力，因为指挥马儿的是车夫，不是你。然后你会无意识地陷入无尽的反思和焦虑中。无论是开悟还是觉醒，开启心智还是与真我重逢，
它本质上只是一件简单的事情，给大脑扩容，让无意识的东西被意识之光照亮，让我的概念在大脑中逐渐减少，然后开始无我的行动。面对开悟，我们不需要神化它。当你拨开迷雾，凑近它，感受它，穿过它，你会发现它并不神秘，它只是哆啦 A 梦口袋里的工具，但它法力无边，学会了使用它，就能在无数个繁复的日常中曲径通幽。那么到底如何开悟呢？接下来我将与你探讨灵性开悟的3个阶段，你可以比照自己当前在哪个阶段。1. 还不做改变，就是还不够痛。没有经历过痛苦的人不需要开悟。这个阶段的人看不懂灵性书籍，觉得作者是在胡言乱语，他们的内心通常也不会想太多。有经历痛苦，但痛苦并不深入时，人就很容易糊弄自己，容易好了伤疤忘了痛。没有特别痛的情况下，改变的动力是不足的。别人给你任何解方，你都会花式拒绝，只有堕入痛苦的深渊，人才会有突破既有生活轨迹的动力，向外求解药。那时你才真正准备好去改变。痛苦并不是完全不好的东西，当你经历过常人没有经历过的痛苦，当你曾抵达无人之境，你才能拓展自己的思维宽度，提升生命体验的自由度。痛苦是改变的契机。2. 意识到自己身上的宝藏。意识如同光斑，当这个光斑覆盖的范围够广，当你看到了更大的世界，你才不会对自己的痛苦入戏太深。拓展自我意识的边界，要大量的阅读真实的、重要的、确定的、新奇的东西，把自己放置在更大的宇宙中，理解宇宙的纷繁复杂和自然规律，感受我的渺小，想象自己是一只蝴蝶。当蝴蝶把视线从一朵花的纹理中移开时，才能看到花瓣后面的宇宙万物，忽然意识到自己原来是如此庞大系统中的一员，而先前的自己竟然完全看不见，频频陷进各种限制性信念的泥潭。这些限制性信念的背后，是我们的大脑在无条件地认同一连串的定义、评判、规则、标签等，是这些想法和信念阻碍了我与自己、我与他人、我与自然建立真正的关系。意识到自己身上的宝藏，就是意识到我正在无时无刻不被想法和情绪控制着，于是一个更高层次的意识被激活了，你把自己从大脑中解放出来的旅程也就开始了。3. 开始有觉知的生活。千万不要以为主动在大脑里装监控，观察自己的念头就算开悟完成了。新建立的认知在具体的现实面前往往是不堪一击的，因为你只是大脑知道了，多年来形成的意识回路还深深烙在你身体的每个细胞上。人是很难不跟随惯性生活的，那怎么做呢？带着觉知，
持续地做让你最兴奋的事情，并且不执着于结果。物质的现实才能将你一点一点带离痛苦深渊，因为人是物质的，人无法靠着空想改善自己的境遇，只有去行动，命运的齿轮才会转起来，你追求的生活才能逐渐展开。行动比语言更大声，一直说着要改变，但就是不行动，说明潜意识还是觉得保持现状是更好的。为什么是做让你最兴奋的事情呢？因为兴奋是宇宙向你发出的信号，它会让你踏上抵达星辰大海的最小阻力路径。想象自己是一柱水流，你会汇入大海，还是进入水沟，在于你每时每刻对下一个流向的选择。而当你跟随兴奋的指引，你就更有动力朝着大海的方向前进。当别的水流看到你是如此坚定和闪着金光，也会不自主地加入你，给你更多的助力。兴奋是航行时的指南针，是暗夜里的灯塔，是迷路时的北极星。真正重要的不是在你的马车走了错路的这个境遇，而是你对于这个境遇会如何回应。在每一个违背预期的时刻都能退后一步，把镜头拉远，觉知自己可以逆着人性给出回应，依然保持着内心的富足与喜悦时，你在开悟之路上就又前进了一小步。而这条路是没有尽头的，有缘人。接下来我要告诉你开悟的秘诀。开悟之后，你的欲望、失眠、焦虑、抑郁、情感等等问题都能轻松拿捏。世界上的心理学流派多如牛毛，很多人会觉得很复杂，不知道该如何下手。其实不论是国内国外，现代古代，所有的流派最终都指向一个目的，就是为了让你开悟。儒家的明心见性，道家的无为而为，以及国外的原认知，其实这些词汇的意思都是一样的，只是不同流派不同说法而已。包括这个影片的目的也是为了你达到这个状态，只是用了不同的方式而已。大道千万，殊途同归。今天我把这个秘诀告诉你，有了这个引子，很多问题你都会无师自通，以后看任何的心理学也会轻而易举地理解，心中就跟明镜一样。现在我们进入主题，每个人都看过电影，回忆一下自己印象最深刻的电影是什么？好的电影会让人有代入感，代入越深，就越能体会到主角的喜怒哀乐，情绪也会随着剧情的跌宕起伏，会高兴、悲伤、流泪。当电影结束的那一刻，我们的情绪会抽离现实，所有的情绪也会慢慢消失，而在我们的内心世界也同样上演着这一幕。我们的精神世界就是一部电影，焦虑、欲望、烦恼等等所有的情绪就是这部电影的演员。我把这些演员称之为假我，而看电影的人就是我们意识之中的真我。人之所以会痛苦，就是因为真我带入了假我，并且坚信这个假我就是真正的自己。
接下来我会告诉你什么是真我，什么是假我。每个人意识之中都只有一个真我，而假我却有无数个。那么这些假我是怎么来的呢？我个人喜欢道家，我想用道来解释这个问题。那么什么是道呢？道就是超越所有事物的自然规律，是宇宙的本源。道无处不在，地球会围绕着太阳转，水是向下流的，这些自然规律就是道。道无处不在，真我就是顺道而行，活在当下的自己，而脱离了道的自己统称假我。脱离的越狠人就越会倒霉，越失败越痛苦。举个例子，水向下流，海纳百川。海之所以强大，就是因为顺道而为。人也一样，如果把人比作海，知识就是水。所以人要成长，就要保持空杯心态，低调谦虚，知识的水才能向下流。只有这样，人才会越来越强，这叫顺道而为。假如一个人高调傲慢，觉得自己天下第一，那他就再也无法进步了，因为知识的水再也无法向他流淌，这叫道失逆性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海水会被慢慢蒸发，就像人的知识会被慢慢遗忘一样。那么这个人离倒霉失败就一定不远，知识只是其中一个。什么财富、人际关系通通都是一样的。易经有6卦，最强的是谦卦，最差的是傲卦。人如果谦虚，一定会越来越好；人如果傲慢，绝对会倒霉。就是这么绝对。中国乃至全世界的顶级心学，都是围绕着自然规律，也就是道去阐述的。目的就是让你回归道。人的所有痛苦、焦虑、迷茫都源自于脱离了道。脱离了道的自己就是假我。接下来我会告诉你为什么人会脱离道。其实每个人刚出生的时候都有一个道心，道就是活在当下，顺其自然的自己，开心就笑，悲伤就哭，想拉屎就拉屎，绝对不会在意那么多，什么都不在意，根本不存在什么焦虑烦恼，那就是真我的样子。每个人刚出生的时候都是本真的自己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不断地被父母、学校、社会灌输各种各样的理念，对的、错的、好的、坏的，慢慢地对世界产生了各种评判与认知，生出了各种各样的假我。越长大，真我对假我的代入就越深，所以很多人长大以后，高兴不一定会笑，悲伤不一定会哭，那是因为假我已经被植入了人要坚强，不能喜形于色，要面子等等的观念。你以为那是长大后懂事的自己，其实那只是被商业塑造出来的自己。地球上有些国家的集体观念是非我族类，其心必异，要赶尽杀绝。有些国家的集体观念是自由，长大成年之后就离开父母。有些国家的集体观念是团结，到现在还是大家族制。
不同的环境会塑造出不同的假我，而在同一个环境里，基层和顶层的假我又有天壤之别。因为基层受顶层的塑造与操控，什么样的观念对一个族群的资本有利，资本就会想尽办法给基层植入这个观念。基层人员过得好不好，资本根本不关心，只要保证社会的秩序不会陷入混乱，能正常运行就可以了。举个例子，事实是人人平等的，可重男轻女的观念是怎么来的？多少女人因为这个受尽了苦难，孩子的天赋品德才是最重要的。可多少父母教师唯分数论，忽略了最重要的教育，抹杀了多少孩子。这些观念是怎么来的？你想一下，永远不要忽视资本的恶，也永远不要忽视一些知识分子的傻。我们的很多认知都是被强行植入的，都是错误、片面、虚假的，不痛苦才怪呢。这个世界只有少部分人活过，剩余的基本都是商业创造出来的二手人生。说到这里就要解释一下了，假我本身没有问题，人是群居动物，必须有一个假我去适应这个社会的生存。问题就在于很多人一辈子都是被动接受，被资本塑造，很多观念都是错误、片面，导致自己坚信的很多观念都是对资本有利、对自己有害的，带入了这样的假我之中，而且一辈子都意识不到。那这样的人生注定是痛苦且无解的。这辈子过得好不好，快不快乐，完全取决于环境，完全看运气，自己根本决定不了，会陷入无解的焦虑、迷茫、困惑里面死循环。这一辈子的命运轨迹也已经固化了。这个视频就是为了让你明白真相，只有明白真相，我们才能够从资本给我们设计出来的二手人生里面脱离出来，也就是从假我里面脱离出来。只要脱离出来，我们就具备了重新塑造假我的能力。从今往后，人生这部戏它的剧本该如何发展，我们也拥有了改写的能力。未来会充满变数，一切皆有可能。什么叫开悟？就是明白事情的真相与本质。什么叫觉醒？就是唤醒那个沉睡的自己。那么该如何唤醒呢？这也是本视频的重中之重。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自己是看戏的人，只是带入了假我的角色里面难以自拔。首先第一步就要从假我的角色里面脱离出来。那么如何脱离呢？就是把自己内心所有的情绪、欲望、感官以及此刻的所有思维都当成电影的角色去观看，静静地看着一个念头的出现与消失。不要去质疑念头，也不要评判任何念头，因为质疑的这个念头也是假我。一旦质疑，又会生出另外一个念头，让思绪陷入混乱，再次带入假我。就静静地看着这些念头，这一切都与自己没有关系。记住，你是看戏的人，要让自己保持清醒，不要带入角色就行了。
慢慢的内心会变得越来越平和，所有的烦恼都会消失不见。此时此刻，真我就已经脱离出来了，你还是你，可你已经不是你了。其实这个东西就是原认知，就是明心见性，就是无为而为，其实都是一样的道理。但是这样的状态难以长时间维持，可能几分钟你的精神世界就精疲力尽了，因为真我沉睡太久，它很弱小，假我会一直出现，不停地干扰自己。面对这样的情况，我告诉你一个秘诀，就一个字练。刚开始的时候，找个安静的地方练习，每天练个15分钟到半小时就行，躺着坐着都可以，但是躺着容易睡着，我个人是建议坐着。当我们能做到熟练地脱离假我的状态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尝试在大街上，在任何地方去屏蔽一切干扰，进入这样的状态。当我们能做到随时随地进入这种状态之后，接下来第二步，破解假我，重塑假我。以前自己陷入焦虑、迷茫、困惑的时候，因为不知道那是假我，总是顺着它走，就像看电影的人带入了角色，跟着电影的剧情走一样。从现在开始，我们面对所有让我们焦虑、痛苦、不安的念头，我们要做的就是不再顺着它，而是让真我从中脱离出来，去观察这个情绪，去质疑，去反思产生这个情绪的源头在哪里，它是自己的哪个世界观产生的，本质是什么，如何解决，哪里存在问题，该如何修正，一个一个破解，一个一个重塑，从根源上去解决自己精神世界的种种问题。觉醒真我后，以前的焦虑、失眠、抑郁、情感等等问题都能轻松解决，因为这些问题本质上都是假我而造成的，都是因为那些错误、虚假、片面的世界观在相互抗争，让思绪混乱不受控制导致的。记住，用真我面对自己，会让自己活得很平和、喜悦。用假我去面对世界，如果产生痛苦，就说明有问题，用真我去慢慢修正就行了。开悟后自然就会具备这个能力。先天灵性高的人士必然会踏上修行路的，有没有遇到机缘，有没有老师传承，不影响的。只要他是一个先天灵性高的人，他的天赋就已经决定了他注定会觉醒，无非就是经历多一点的人，那就早一点遇到机缘，早一点遇到老师，那就觉醒的早一点而已。没有的话，那就晚一点，但最后一定都会得到的。哪怕没有老师，他自己也一定会踏上修行路，这个叫天授之，就是老天亲自教导，老天就是他的老师。而先天灵性高的人，到觉醒成真正的修行人，一定会经历3个阶段。你可以对照一下你现在处于我说的这3个阶段中的哪一个阶段。第一个阶段叫做众生皆醉我独醒，在这个阶段
你会隐隐觉得你跟这个世界上的其他人不一样。比如，你就不是很在乎金钱和物质，别人特别在意的很多事儿，比如说名利权，你都不是很在乎，而你对意义和本质会更感兴趣。你更喜欢独处和思考，你聪明且敏感。在没有开始修行的时候，你都已经开始有一些神通了，经常一眼就能看见人性，很容易捕捉到别人看不见的细节，进而瞬间感觉出别人背后的故事和想法。但你却不愿意把这种神通用在世俗的斗争上，你更不屑于去玩人性的游戏，像什么拉帮结派、溜须拍马，你是不屑于去做的。所以在这个阶段，你实际上会觉得你跟这个世界其实是有一层隔膜的。你甚至会觉得在这个宇宙中，只有少数人是真正活着的灵魂，其他人只不过是剧情中的路人而已。你内心是孤独且悲凉，所以你才会对修行、哲学之类的感兴趣。你只有看见这些真正的高人的语言和文字，你才会感觉这个宇宙中多了几个炙热的鲜活的灵魂。第二个阶段叫即浮游于天地，在这一个阶段，你真正的踏入了修行路，开始接触到了自我和世界的本质。你可能了解了基因是如何操控我们的身体和欲望，而执念又是如何玩弄我们的头脑和思想。你越是深入地了解世界的本质，你越是感觉到这个世界的荒谬，于是你开始深入地学习那些关于根本的智慧。开始的时候，你可能会感觉到那种强烈的狂喜、悠远的宁静，但你会慢慢地发现，任何智慧或者法门都只能让你拥有片刻的心安，长的可能几年，短的也许就几周。你想追求的那种确定的、安于当下的宁静和狂喜，总会在某个时间点之后消散，就像你从未体验过它们而已。因为你太聪明，一切法门和智慧中总有漏洞，总有能让你灵魂穿过的缝隙。你知道的知识越多，你不相信的就越多。你不断地追求着更根本的智慧，更究竟的法门，但你学的越多，你的灵魂就越是漂泊无依。你已知的宇宙越大，你的恐惧感就越强。至此，你终于可以看见大道真正的痕迹，那是一条金黄黄的大道，有无数毛细血管一样的支流从人间汇聚而来，连接着远古、现在和未来。而这条大道上，你隐隐约约能看到一些熟悉的背影，仔细一看，是老子，是孔子，是佛陀，是孟子，是达摩，是王阳明。至此，你终于可以进入第三阶段。第三阶段可以用一句话概括，为天地立心，为生灵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。你不再只是追求个人的超脱，而是把目光投向了更广阔的天地和众生。你的行为和思想开始达到了王阳明所说的知行合一、致良知、
你开始用实际的行动来践行你的信仰，用你的智慧和勇气开始帮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。某一刻你会突然间顿悟，什么叫朝闻道夕死可以？什么叫舍身取义？什么叫做虽千万人吾往矣？基因还是会让你感觉到贪婪和恐惧，执念还是会让你犹豫和徘徊，但你心念一动，愿力一生，千百年后就一定会有人因你而受益。你的每一步都会成为历史的足迹，你的语言就会变成智慧的种子，播撒在时间的长河中，生根发芽，开花结果。你的存在会开始超越个体的生死，你成为了桥梁，连接起了过去和未来，连接起了个体和宇宙。至此，你可以说是真正的踏入了大道。有缘人，感谢你看到最后。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，回复一句唤醒真我。愿众生早日离苦得乐，开悟觉醒，得智慧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。随缘加入会员，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，随喜转发，传播善知识，功德无量。